為什麼東方的古老碑文、西方的通靈預言、印度的棕櫚葉、泰國的靈士，還有那些神出鬼沒的民間藝人，他們明明素不相識，明明隔着幾百年的時光，幾千公里的距離，卻像是事先商量好了一樣，全部把手指指向了同一個地方。中國又把目光死死地鎖定在同一個年份2026。而更讓人脊背發涼的是，這些預言不是溫和地說中國會慢慢變好，恰恰相反，他們不約而同地警告，一場巨大的災難將從中國這片土地上率先掀開序幕。災難從中國開始，再像漣漪一樣一圈一圈擴散到整個世界。這個說法聽起來是不是有點耸人聽聞？我一開始也是這麼想的。可是當我把這些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不同時代的預言一條一条摊開，擺在同一張桌子上的時候，我自己都沉默了，因為它們重疊的地方實在是太多、太精準，也太巧合了。今天就讓我們一起把這張桌子上的拼圖一塊一塊拼起來，看看最後浮現出來的究竟是一幅怎樣的圖景。在開始之前，我要先提醒你一句，這支影片的內容可能会顛覆你對接下來這一年的很多想象。準備好了嗎？我們開始。讓我們先把鏡頭拉回到中國人自己的曆法裡。2026年在天干地支裡叫做丙午年，丙屬火，午屬馬，所以這一年又被稱為赤馬年，也叫火馬年。光是聽到這個名字，烽火連天的畫面感是不是就已經撲面而來了？而緊接着的2027年是丁未年，也就是紅羊年。這一前一後，赤馬配上紅羊，就湊成了在中國民間流傳了上千年的4個字：赤馬紅羊節。赤馬紅羊節這個說法到底是怎麼來的？我必須先說清楚，這可不是哪個自媒體為了流量編出來的噱頭，它是有着實實在在的歷史記載的。早在北宋的時候，有一位道士叫張繼先，他長期觀察歷史之後發現了一個規律，每當遇到午年或者丁未年，人間就特別容易出大事，天災人禍接踵而至。這個發現到了南宋，又有一位叫柴望的學者，乾脆把它寫成了一整本書，叫做《丙丁歸鑑》。柴望把從秦朝開始往後整整1260年的歷史從頭到尾翻了個遍，結果他驚訝地發現，光是在這些赤馬和紅羊的年份裡，就一共爆發了21次足以改天換地的大災變。21次，朋友們，這個數字背後的分量可不是隨便說說的。我們不妨來看幾個例子：西周的滅國，北宋的覆亡，漢高祖劉邦駕崩之後吕後專權，甚至連武則天入宮這種改寫了整個王朝命運的大事，掐指一算，竟然全都落在了赤馬紅羊年的窗口裡。你說這是巧合嗎？一次两次是巧合，可是21次呢？再把時間往近處拉一點，光是上個世紀就有2個赤馬紅羊年。第一個是1907年的紅羊年，那一年爆發了黃岡起義，大清王朝的喪鐘被悄悄敲響，中華民國的雛形也開始一點一點的孕育。第2個赤馬紅羊年就是1966年和1967年。相信很多上了年紀的朋友，光是看到這2個數字，心裡就會猛地咯噔一下。是的，那場長達10年，讓無數家庭支離破碎的浩劫，就是從這個赤馬紅羊年悄然拉開了帷幕。那麼，下一個赤馬紅羊年是哪一年呢？沒錯，就是我們此刻正身處其中的2026年。從西周到今天，這把懸在歷史頭頂的劍，似乎又一次緩緩地落了下來。可能有朋友會問，為什麼偏偏是赤馬，是火馬，這麼凶？這就要說到中國古老的五行學說了。在天干地支的循環裡，60年是一個完整的甲子，而2026年的丙午，這個組合很特殊，丙是天干裡的陽火，午是地支裡的陽火，也就是說，這一年是火上加火，火氣達到了極致。火主什麼？主動盪，主衝突，主戰亂，主一切炽烈而失控的事物。古人把這種火氣旺盛到極點的年份，形象地稱為烽火連天之年。再加上緊隨其後的2027丁未紅羊年，丁也是火，這就形成了一個連續2年烈火焚燒的危險窗口。而最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這種規律的周期性。
60年一個輪迴，周而復始。我們前面說的1907年的紅羊年到1966年的赤馬年，中間恰好隔了一個甲子，而從1966年到我們今天的2026年，又恰好隔了一個甲子，整整60年。歷史仿佛真的在按照某種我們尚未完全參透的節律，一圈一圈地重複着它那驚心動魄的旋律。當然，我必須說，這並不意味着每一個赤馬紅羊年都一定會發生災難，歷史上也有風平浪靜的5年。但是，當這種古老的曆法規律和來自全世界的那麼多預言在同一個年份疊加到一起的時候，這份警示的重量就完全不一樣了。它不再是單薄的一條線，而是無數條線交織成的一張密不透風的網。如果說赤馬紅羊節還只是中國人自己的一種古老記憶，那麼接下來這位來自西方的預言家恐怕會讓你更加坐立難安。帕克的神準，我們在這個頻道已經一起見識過太多次了。川普的當選，英國的脫歐，伊麗莎白2世女王的離世，還有那場席捲全球的新冠疫情，這些事件他都在發生之前就清清楚楚地說中了。就連2023年香港那場夺走了好幾條人命的夺命大火，他也提前发出過警告。一個人偶爾說中1-2件，我們可以說是運氣，可是一次又一次的命中，這就由不得我們不認真對待了。就在去年年底，也就是2025年的12月30号，帕克发布了他对2026年的全年預言。他用了3個沉甸甸的詞來形容這一年：清算之年、重治之年、文明的轉折之年。他特別強調，過去很多年裡，他反覆提到的那些零零散散的預言，將在2026年發生一次他稱之為引力聚合的現象，也就是說，他們會開始同時兌現。那種感覺就像是天上一顆顆原本散落的星星，突然之間要排成一條線了。那麼，這個被反覆強調的清算之年，到底要清算些什麼呢？帕克解釋說，2026年將會有大量被掩蓋多年的謊言被一地揭穿，法庭之上會湧現出數不清的訴訟案件，許多塵封已久的真相會在這一年集中地浮出水面。他說，我們其實在2025年就已經隱隱約約地看到了這一切的開端，而這場清算的風暴並不會在2026年就戛然而止。帕克特別強調，關於那個龐大政權命運的話題會一直被人們持續地討論下去，一直延燒到2030年，而2030年將會是另一個極其關鍵的巨大的轉折點。換句話說，在帕克的時間表裡，2026年並不是這場大戲的終點，恰恰相反，它只是一個漫長的清算與重置過程的驚心動魄的開端而已。帕克還描繪了一個更加具體也更加駭人的場景。他說，這場巨變的導火索之一很可能是一場大規模的網絡攻擊。這場網絡攻擊會像推倒第一塊骨牌那樣，從內部悄然衝垮那個看似固若金湯的政權，而在舊的秩序崩塌之後，一個全新的中國將會誕生。它的政治架構會和今天的歐盟頗為相似，中國的貿易也將第一次獲得真正的自由。不過，帕克並沒有把這幅圖景描繪得過分樂觀。他說，伴隨着舊政權的崩塌，還會有一場深刻的經濟崩潰如影隨形。他反覆提醒，這些事情可能都會在2026年開始顯現出最初的苗頭，但還不會一下子就全面爆發。它會像冰川的融化一樣，先是一道細縫，再是一片鬆動，一點一點地，不可逆轉地走向那個誰也無法預料的結局。而當帕克把目光從西方轉向遙遠的東方時，他說出的話分量更重。關於中國，他首先提到的一個關鍵詞叫做氣體雲災難。這個詞其實不是他第一次說，早在2023和2024年，他就好幾次提到過這團神秘的氣體雲。而這一次，他把這團氣體雲和一場戰爭緊緊地聯繫在了一起。帕克說，他長期以來都有一種預感，
會有某種意外的衝突，成為一場大戰的導火索，可能是一場突如其来的航空事故，也可能是2艘潛艇在幽深的海底意外相撞，而這場由意外點燃的戰火將會圍繞着台灣展開，日本也會被無可避免地捲進去。他說，這個節點對中國同樣具有毀滅性，因為就在戰火燃起的同時，中國的內部還會爆發一場嚴重的經濟衰退。說到這裡，我必須停下來，插一句非常重要的話，帕克所點名的這種雷達鎖定式的戰爭彩排，可絕不是空穴來風。就在他發布這番預言之後僅僅2天，也就是2025年的12月6號，中國的遼寧號航空母艦竟然真的2次用火控雷達鎖定了日本的戰機。這件事在當時震驚了全世界。一個預言家剛剛說完台海會有擦槍走火的危機，現實就在48小時之內立刻來了一記精準的補刀。這種程度的應驗，你說邪門不邪門？帕克接下來的描述更是石破天驚。他預測2026年的3月將會是一個高度敏感的時期，台海很可能就在這個時候因為一起飛機或者潛艇的相撞事件而擦槍走火。但是他話鋒一轉，說出了一個讓很多人意外的結論。他說，在這場衝突裡，台灣不會被吞併，反過來，真正受到重創的是中國。中國将會陷入嚴重的經濟困境和劇烈的社會動亂，最高領導人的權力會面臨極大的挑戰，甚至有可能淡出權力的核心。而再往後，帕克用了一個非常形象也非常驚人的比喻。他說，那個龐大的政權會像一座冰川一樣崩塌。請注意，他用的詞是冰川式的崩塌。一開始只是冰川的表面出現了一道細小的不起眼的裂縫，可是緊接着就是一場大規模的再也無法逆轉的徹底的崩解。他甚至大膽預言，中國在這之後會分裂成許多個小國家，最終演變成類似歐盟那樣的鬆散體制，邊境開放，人們可以自由地往來貿易。那麼帕克的這些預感到底有沒有別的旁證呢？這一點特別有意思。就在去年12月初，帕克專門連線了一位住在美国加州的納迪葉解讀師，名叫維尼塔。納迪葉是什麼？它是印度一種極為古老的預言體系，傳說是5000年前的聖人把每一個人的命運寫在了一片片棕櫚葉上，流傳至今。而維尼塔從葉子上解讀出來的內容，竟然和帕克自己的通靈預感不謀而合。一個靠通靈，一個靠古老的葉子，2條完全不同的路徑，最後卻指向了同一個結局。當2個獨立的源頭說出同樣的話，這份警告的可信度是不是又被悄悄抬高了一截？更值得一提的是，帕克去年底還預言伊朗將會發生重大的政變，結果呢？2026年才剛剛開始第6天，遠在地球另一端的委內瑞拉，那位獨裁者就被美國活捉。緊接着，伊朗真的就爆發了大規模的暴動。帕克的這條預言又一次在我們眼前變成了現實。一條條被驗證的預言，就像是一塊塊落下的多米諾骨牌，而隊伍的最末端赫然寫着2個字：中國。如果你覺得到這裡已經夠震撼了，那我們再請出另一位重量級的人物，同樣是這個頻道的老朋友阿南德。還記得他當年是怎麼一炮而紅的嗎？沒錯，就是因為他精準地說中了那場改變了全世界的新冠疫情。所以當阿南德開口的時候，全世界都會豎起耳朵。在2026年的跨年預言裡，他拋出的關鍵詞是恐怖襲擊，而最值得我們高度警惕的是，他這一次點了名。阿南德明確地指出，有4個地方在這一年要格外小心，分別是中國、韓國、朝鮮還有菲律賓。他特別提到，朝鮮半島附近可能會發生某種負面的事件，而這個事件的影響會像漣漪一樣擴散，波及到整個世界。他甚至給出了3個需要高度關注的具體時間點。第一個是4月的下半月，第2個是7月24號前後的那10幾天，第3個是11月的中旬。他反復強調，他不想泛泛而談地說，恐怖主義隨時都可能發生。他想說的非常非常具體。阿南德還解釋了他為什麼
要把話說得這麼具體。他說，恐怖主義最可怕的地方，並不僅僅是它造成的傷亡，而是它會通過讓整個社會陷入一種長期的創傷的狀態，從而脅迫人們在地緣政治的賽局裡做出錯誤的判斷和舉動。所以，他用占星術去預測，目的並不是為了制造恐慌，恰恰相反，是為了做出預防。他說，當我們從心理上提前知道了風險所在，那麼恐怖主義那種突如其來的震懾效果就會大大的被削弱。我們為這些可能發生的事情提前做好準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旦我們準備好了，敵人就再也無法打我們一個措手不及。這番話其實道出了所有預言存在的真正意義。預言從來都不是宿命的判決書，而是一張提前發出的預警圖。朋友們，當我們站在2026年年中這個時間點上，回頭去看，4月已經悄悄地過去了，而7月和11月還在前方靜靜地等着我們。這種感覺就好像手裡攥着一封寫好了日期卻被牢牢封住的信，你不知道信封裡裝的到底是平安還是风暴，但你清清楚楚地知道，那個日子正在一天一天地向你逼近。好，西方的、印度的，我們都聽過了。現在，讓我們回到這片土地最深處的記憶，去翻一翻那位被稱為前知500年、後知500年的傳奇人物劉伯溫留下的碑文。明朝的開國軍師劉伯溫留下過好幾篇驚世駭俗的預言，其中有一篇叫做《救劫碑文》。為什麼這幾年這篇碑文會突然被人們反復的提起？因為它裡面的文字竟然精準地對應上了2003年的非典和2019年的新冠。這篇碑文裡有這麼一句話：謹防人人艱難過，關過天翻龍蛇年。龍和蛇在地支裡指的就是辰年和巳年，也就是2024和2025這2年。這句話的意思是說，這2年是最艱難、最難熬的一道生死關口。那麼闖過了龍蛇年之後呢？劉伯溫在他的另一篇預言《推碑圖》裡又寫道：難過寅卯辰4年，若要闖過這幾年，就是活神仙。4年正是2025年。也就是說，按照劉伯溫的說法，能熬過2025這個蛇年，這道最凶險的坎才算是真正開始見分曉。但是救劫碑文裡還有更讓人不寒而栗的描述。他說，貧者1萬留1千，富者1萬留2三。這句話的字面意思，我相信根本不用我多做解釋，大家都能讀懂那股撲面而來的肅殺之氣。而在救劫碑文裡，劉伯溫還留下了一段被後人稱為十仇的可怕描述。他說，還有10仇在眼前，1仇天下亂紛紛，2仇東西餓死人，3仇湖廣遭大難，4仇各省起狼煙，5仇人民不安然，6仇九冬10月間，7仇有飯無人食，8仇有人無衣穿，9仇屍體無人撿，10仇難過諸鼠年。你聽聽，天下大亂，餓殍遍地，烽煙四起，有飯沒人吃，有衣沒人穿，甚至屍體都沒有人去收斂。這10仇，一仇比一仇更加慘烈。可是劉伯溫又在最後留下了一線生機。他說，若得過了大劫年，意思是只要能熬過這個最大的劫難之年，後面就有活路了。古人寫預言從來都不是為了嚇唬人，他總會在最絕望的地方悄悄地為你點亮一盞燈。那這盞燈到底在哪裡呢？答案就藏在金陵塔碑文的另一句話裡：能逢木兔方為壽，則及群生月且康。這個木兔指的是一位出生在木兔之年的人。在過去的100年裡，木兔之年只有1951年和2011年这2個。劉伯溫的意思是說，能夠遇到並且相信這位木兔之人的人們，才能夠平平安安地度過這場浩劫。因為這位木兔之人恩澤萬物，會給這個飽經苦難的世界重新帶來幸福與安康。碑文的最後，劉伯溫還意味深長地寫道：有人識得其中意，富貴榮華百世昌。
能夠真正讀懂這段碑文用意的人，才能夠平安地度過這場劫難。你看，劉伯溫翻來覆去的，其實只想告訴我們一件事：劫難之中，命運是有得選的。而无獨有偶，唐朝還流傳着一篇黃檗禪詩，詩裡面提到當朝的國運剛到金蛇運以中，金蛇又是2025年，蛇運一中，那麼緊接着的2026年，按照古人含蓄的說法，就是一個改朝換代的年份了。你看，從明朝的劉伯溫到唐朝的黃檗禪詩，再到我們剛才說的赤馬紅羊節，這些隔着上千年時光的中國古老智慧，竟然全都不約而同的把2025到2026这個節點標記成了一個天翻地覆的巨大關口。劉伯溫還有一篇更出名的寓言，叫做《金陵塔碑文》，裡面有一句鳥飛羊走返家邦，這個羊字指的就是碑文前文提到的一場殺人無數的大瘟疫，而鳥飛則隱喻着生機的重現，瘟疫消散，生機重現，這之後才是真正的撥雲見日。古人把劫難寫得驚心動魄，可是在劫難的盡頭，他們又總會悄悄地給你留下一道光。這道光我們待會兒再細說。說到中國民間的寓言，有一群人是絕對繞不開的，他們行蹤詭秘，來無影去無蹤，他們就是傳說中的賒刀人。什麼是賒刀人？這是中國民間一種非常古怪的存在，他們走街串巷賣的是刀，但他們的刀只賒不賣。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他把刀遞給你，當下分文不取，他只會留下一句預言，並且鄭重地說明，等到我這句預言應驗的那一天，我再回來找你收錢。所以你看，賒刀人賒刀根本不是為了賺那幾把刀錢，他是在用這種奇特到近乎神秘的方式引起你的注意，好讓你死死地記住他留下的那句話。而歷史一次又一次地證明，賒刀人留下的預言往往都準得讓人頭皮發麻。賒刀人这個行當其實在中國由來已久，早在清朝的史料裡就有關於賒刀人的記載，傳說他們是鬼谷子的傳人，游走於民間，以賒刀為名行傳遞天機之實。他們留下的預言常常是用一種含糊隱晦的語言包裝起來，當下你根本聽不懂，可是等到事情真的發生了，你回過頭再去細品那句話，才會驚出一身冷汗。也正因為如此，賒刀人在中國民間蒙着一層極其神秘的色彩，沒有人知道他們從哪裡來，又到哪裡去，更沒有人知道他們留下的那些刀錢最後到底有沒有真的被收走。而這一次，賒刀人之所以引發如此巨大的轟動，原因有三：第一，他們破天荒地走出了中國，現身海外，這在賒刀人的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第二，他們留下的不再是含糊的一句話，而是一首結構工整、指向明確的四句詩。第三，也是最關鍵的，這四句詩的核心，26紅馬和我們前面反覆說到的赤馬紅羊節2026火馬年，竟然嚴絲合縫地對應上了。一個是來自民間的神秘藝人，一個是來自古籍的歷法推演，二條毫不相干的線索，最後又一次匯流到了同一個年份。幾年前就有網友在河北承德拍到了一位賒刀人，那人衣着樸素，笑容和善，還帶着點靦腆，向大家兜售他的菜刀。他說好了，這刀的錢3年之後我再來收。當時就有人好奇地問他，3年之後你還找得着人嗎？賒刀人听了只是笑而不答，而那個3年之後掐指一算，恰恰就是2026年。可是這還不是最讓人心驚的，就在最近，賒刀人做了一件破天荒的事情。一直以來，賒刀人都只在中國大陸的不同地方出現，幾百年來這個規矩從來沒有變過。可這一次，他們竟然第一次走出了中國的國境，現身在了東南亞。更詭異的是，他們這一次留下的不再是一句話，而是整整4句詩。這4句詩是這麼說的：26紅馬血火噴，西洋暗無天日，南洋米貴如珍珠，東洋遍地是枯骨。我們一句一句的把它拆開來看。
第一句26紅馬血火噴，26這2個字，直白的不能再直白，就是2026。紅馬不就是赤馬嗎？而血火噴這3個字，有人解讀為一場戰火遍地、血流成河的殘酷戰爭，也有人說，這個血字指的就是那面血色旗幟之下的政權，暗示着這場慘烈的戰爭很可能會把它深深地捲入其中。第二句西洋暗无天日，西洋指的是以歐洲和北美為代表的西方世界，暗無天日隱喻的是政治的黑暗、經濟的崩潰和社會的失序。也就是說，當東方燃起熊熊戰火的同時，西方也並不太平。第3句和第4句，南洋米貴如珍珠，東洋遍地是枯谷。南洋的米貴得像珍珠一樣，描繪的是糧食的極度短缺，東洋遍地是枯谷，那畫面更是不忍去想。整整4句詩，從東到西，從南到北，沒有哪怕一句是輕鬆的。讓我們把視線從亞洲再一次拉向遙遠的巴爾幹半島，那裡有一位雙目失明的保加利亞老婦人，她的名字幾乎已經成了預言的代名詞，她就是被人們稱為巴爾幹的諾查丹馬斯的萬嘉。萬嘉雖然早在1996年就已經離開了人世，但他生前留下的那些預言，至今仍讓無數人津津樂道，甚至是不寒而栗。據說，從911恐怖襲擊，到戴安娜王妃的香消玉殒，再到車諾比的核災難，這些震驚世界的事件，他都曾經提前預見。而關於2026年，萬嘉的追隨者們翻出了他最令人不安的幾條預言，其中最核心的一條是這樣說的：一場大戰將從東方爆發，具體來說，是美國、俄羅斯和中國為了台灣，以及為了各自棘手的經濟問題，而捲入一場巨大的衝突。你發現了嗎？又是台灣，又是中國的經濟。萬嘉，這位西方的盲眼預言家，竟然和帕克和賒刀人說的是同一件事。除了戰爭，萬嘉還預言這一年全球的自然災害會大規模激增，龍捲風、海嘯、地震、火山活動，甚至有可能是地震和火山噴發的災難性組合，再加上各種極端的天氣。有一種流傳得很廣的解讀說，地球上接近 8% 的陸地都可能受到波及。而除了天災，他還預言人工智慧將在這一年開始深刻地改造人類，從根本上改變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和工作。這一點是不是和我們眼下正在經歷的這一切又隱隱地重合上了？萬嘉還有一條更加離奇的預言，他說會有一艘不明飛行器攜帶着外星訪客的訊息，在這一年的11月造訪地球。聽到這裡，喜歡關注天空的朋友，是不是又想起了最近這些年全球各地頻頻出現的那些不明異象呢？萬嘉的預言清單其實還很長，他的追隨者們說，他還預見了俄羅斯總統普丁的垮台，以及在他之後會有一位全新的強而有力的領導人崛起，重新洗牌整個世界的政治格局。他還預言2026年的全球金融會持續的動盪不安，一場大規模的歐洲衝突會引發全球範圍的金融大混亂，而這場混亂的源頭恰恰就是前面說的那些政治衝突、自然災害乃至外星接觸，它們會像漣漪一樣層層傳導，最終衝垮脆弱的全球供應鏈和金融市場。萬嘉生前還說過一句讓無數人深思的話，他說，人類社會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一個臨界點，在那個點上，我們會猛然驚覺，原來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了。他的追隨者解讀說，這場清算並不會以某一個單一的毀天滅地的災難形式降臨，恰恰相反，它會循序漸進，緩緩展開，由不斷升級的全球緊張局勢和那些從根本上改变了人類關係的科技突破，共同地推動着一步步走向高潮。當然，我必須客觀地說一句，萬嘉的這些預言全都是後人根據他生前一些零散的語焉不詳的話語重新解讀、重新拼湊出來的，並沒有任何一份能夠被獨立核實的原始文獻，所以我們大可以把它當作一種
茶餘飯後的談資。可是問題就出在這裡，當一個沒有原始文獻的西方盲眼老婦人，一個素未謀面的泰國命理師，一群行蹤詭秘的中國賒刀人，還有600多年前的明朝軍師劉伯溫，他們筆下的圖景竟然在同一個年份重疊到了如此驚人的地步。這份巧合本身難道還不夠讓我們認認真真的坐下來想一想嗎？但是朋友們，如果你以為這場大災難的主角僅僅是戰爭，那你可能還是低估了2026這一年，因為還有一個更加陰冷的詞反復地出現在不同預言家的口中，那就是瘟疫。泰國有一位很有名的命理師普萊，他在去年底就發出過警告，2026这個火馬年極為兇險，但最可怕的不是戰爭，而是一種全新的 X 疾病。他在靈視的畫面中看到了結核病和黑死病這2個觸目驚心的詞，他形容這是一種混合型的瘟疫，傳染力極強，死亡率極高，而且它的源頭可能並不是純天然的，而是來自實驗室，甚至和某種隱形的生物戰試驗脫不了關係。普萊還特別強調了一個細節，他說這種疾病不會一次性的全球大爆發，它會像花瓣一片一片的掉落那樣，分批次第在不同的地區陸續地悄悄地出現。他甚至預言某些地方會出現屍體堆積的恐怖景象。這個花瓣掉落的比喻溫柔卻又無比殘忍。而說到瘟疫，最近這段時間，全球的目光正聚焦在一種叫做漢他病毒的病原體上。這件事要從一條神秘的網絡貼文說起。早在2022年的6月11號，一位平時極少發言的博主在社交平台上發了僅僅2行字，第一行寫着2023新冠結束，第2行寫着2026漢他病毒。當時根本沒有人把這短短的2行字當回事。可是後來呢？2023年，世界衛生組織果然宣布了新冠全球緊急狀態的結束。而到了2026年，漢他病毒真的開始頻頻地露頭了。就在今年5月，一艘航行在浩瀚大西洋上的荷蘭籍極地郵輪紅迪烏斯號疑似爆發了漢他病毒疫情，已經造成3人死亡，還有至少3人疑似感染，150多人被困在了茫茫的大海之上，引發了全球的關注。一條2022年寫下的短短2行的預言，就這麼一個字一個字地在我們的眼前變成了血淋淋的現實。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裡，每一次大瘟疫的爆發從來都不被看作是單純的自然事件。漢他病毒是以老鼠作為傳播媒介的，而在傳統文化中，鼠為子水，主陰主暗。古人相信，當人類社會的道德基石開始下滑，當陰暗、欺騙、唯利是圖充斥於世間的時候，相應的就會招引來陰性的災病。歷史上的羅馬大瘟疫、明末的大鼠疫，無一不是發生在社會道德淪喪、善良信仰被踐踏的那些歷史的轉折節點上。這種天人感應的說法，你信也好，不信也罷，但它至少給了我們一個跳出純粹科學視角去重新思考災難的全新角度。其實早在2000年前，中國的古人就對瘟疫有着極為深刻的洞察。东漢的医圣張仲景在他的《傷寒雜病論》的序言裡，就曾經痛心疾首地哀嘆自己的宗族因為一場瘟疫而大量的凋零。而更古老的《黃帝內經》裡更是早就寫下了這樣一段話：5疫之至，皆相染疫，無問大小，病狀相似。意思是說，瘟疫來臨的時候，無論男女老幼都會互相傳染，而且症狀都很相似。可是《黃帝內經》並沒有就此打住，他緊接着又給出了一個流傳千古的防疫秘訣：正氣存內，邪不可干。意思是，只要你身體裡的正氣是充足的，那麼外邪就無法侵犯你。這個正氣指的不僅僅是身體的健康，更是一個人內心的那份光明與坦蕩。而說回漢他病毒，它的危險其實一直在悄悄地升級。在2024到2025年，
就已經陸續傳出了漢他病毒人傳人露頭的消息。要知道，漢他病毒過去主要是通過老鼠傳染給人，人與人之間幾乎是不傳染的。可一旦它具備了人傳人的能力，那性質就完全不同了。這也正是為什麼那條2022年的2型預言會在今天引發如此巨大的恐慌。人們不禁要問，這種鼠疫級別的災難，難道真的要捲土重來了嗎？更耐人尋味的是，連那位以預言疫情而聞名的國際巨頭比爾蓋茨，這幾年也一直在反復地向全世界發出關於下一場大流行的預警。一邊是神秘的預言，一邊是現實的警鐘，二股力量在2026這個活馬年詭異地交織在了一起。說了這麼多預言，可能有朋友會問了，這些不都是嘴上說說，玄之又玄的東西嗎？有沒有什麼是我們普通人能夠親眼看見的徵兆呢？還真有。最近这2年，中國各地的異象可以說是层出不窮。北京的天安門上空罕見地出現了海市蜃樓，河北的廊坊有網友拍到雲端竟然有一個飛人在悠悠地漫步，遼寧的瀋陽有人拍到天上同時掛着2個月亮，而遠在東北的吉林，在盛夏高溫的天氣裡，天上居然砸下來幾公斤重的大冰塊。而在所有這些異象裡，傳得最沸沸揚揚的是一種叫做換日的現象。從2022年開始，在四川、北京等好多個地方，天空中都出現過好幾個太陽，有時候是3個，有時候是4個。一些熟悉歷史的網友看到這個景象之後，倒吸了一口涼氣，因為在中國的古籍《荊州戰》裡就有這麼一句話：2日以上出，天下有災，下以2日亡。意思是說，天上出現2個或者更多的太陽，是天下即將大亂的徵兆。而當年夏朝的滅亡，據說天上就曾經出現過2個太陽。在中國古人的觀念裡，太陽是君王的象徵，天無2日，國無2君，天上本該只有1個太陽，可一旦天空中出現了2個甚至更多的太陽，那就意味着人間的秩序要出大亂子了。除了夏朝，歷史上每逢改朝換代的前夕，天象異常的記載都格外地多，有的是天降隕石，有的是日月無光，有的是熒惑守心。古人把這些統稱為天錘異象，他們相信天和人是相互感應的，當人間的德行虧損到一定程度，上天就會用這種反常的天象來提前發出警示。這套天人感應的學說，在今天看來，或許帶着幾分神秘主義的色彩。可是你想想，當這些異象密集地出現在我們這個禮不六這份巧，5六這個被無數預言點明的年份，這份巧合是不是又一次讓人後背發涼？我知道講到這裡，一定會有理性的朋友說，這些異象，海市蜃樓也好，換日也好，現代科學都能給出合理的解釋。沒錯，我完全同意。海市蜃樓是光的折射，換日是高空冰晶對陽光的折射，這些都是純粹的自然現象。但是朋友們，預言這件事的奇妙之處，恰恰就在於它從來不要求你去相信什麼超自然的力量，它只是把一連串孤立的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海市蜃樓、遼寧艦的雷達、赊刀人的詩、漢他病毒的遊輪、赤馬紅羊的曆法，像串珠子一樣串在了一起。當你把这些珠子一顆一顆串起來，最後形成的那條項鏈的形狀，才是真正讓人沉默的東西。如果說地上的這些異象還可能有別的科學解釋，那麼天上的星象就更加耐人尋味了。有精通天象的網友發現，一種叫做行星連珠的罕見天象，似乎總是和人間的大事緊緊地綁定在一起。所謂行星連珠，就是幾顆行星在天空中排成了一條線。我們不妨來看一組驚人的對照。1910年，金、木、水、火4顆行星連珠。第2年，辛亥革命爆發。
1914年，天王星、水星、太陽和月亮連珠。就在當年的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轟然打響。1944年，金星、土星、太陽和月亮連珠。第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1949年，金星、水星、火星和太陽連珠。那一年，台海走向了分治。1991年，金、木、火3顆行星和月亮連珠。就在當年的12月，蘇聯宣告解體。再到2022年，月亮、金星、木星、海王星連珠。緊接着，俄烏戰爭爆發，以哈衝突也隨之急劇升級。你看，幾乎每一次，星辰在天空中排成一線，地上的人間似乎就要經歷一場改天換地的巨變。而2026年，天象同樣不平靜。就在今年的3月3號，中國的元宵節那天，天空中上演了一場月全食，配上一輪血紅色的血月。與此同時，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中期選舉也正式拉開了序幕。古人說，月有食之，亦恐之醜。這樣的天象落在這樣一個敏感的年份，又怎能不讓人浮想聯翩呢？好了，朋友們，到這裡我們已經把東方的、西方的、古代的、現代的這些預言鋪陳的差不多了。現在我們需要靜下心來，認真的思考一個最核心的問題：為什麼？為什麼這麼多來自不同源頭的預言都不約而同地說，這場大災難會從中國率先開始？我想，這背後或許藏着好幾層的原因。第一層是體量，中國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經濟體量最龐大的國家之一。在今天這個高度全球化、環環相扣的世界裡，中國就像是一塊巨大無比的多米諾骨牌，它一旦倒下，掀起的衝擊波絕不可能只停留在它自己的國境之內。從全球的供應鏈到動盪的金融市場，再到緊繃的地緣政治，整個世界都會跟着它一起劇烈地震盪。所以預言家們把目光聚焦在這裡，從邏輯上來講，其實一點都不奇怪。牽一髮而動全身，說的就是這個道理。而且，如果我們把目光從預言轉向冰冷的現實數據，會發現這份擔憂並非毫無根據。最近這幾年，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持續的在去槓桿的泥潭裡掙扎，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年輕人的就業壓力，還有人口的拐點，這些挑戰一個接着一個，環環相扣。預言家們所說的那場經濟的衰退，其實並不需要我們去太遠的地方尋找它的影子，它就在每一條關於工廠倒閉、關於消費降級的真實新聞裡。預言有時候更像是一面鏡子，它照見的是現實世界裡那些早已存在卻被我們刻意忽略的裂縫。第二層是壓力，我們把這些預言放在一起看，會發現它們指向的其實是同一組緊密相連的危機：經濟的衰退、社會的動盪、瘟疫的蔓延，還有台海的緊張。這些壓力並不是憑空捏造出來的，它們在現實的世界裡多多少少都能找到一些對應的影子。從這個角度看，預言在某種程度上或許只是把人們心中那份對未來的集體的焦慮和不安，用一種更具象、更戲劇化的語言給表達了出來而已。第三層，也是最讓中國人感到熟悉的一層，是那個古老的天道輪迴觀。從劉伯溫的碑文到賒刀人的詩句，再到天人感應的說法，他們的內核其實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善惡有報，天理昭昭。在這種延續了數千年的世界觀裡，一個社會的劫難從來都和這個社會的道德狀況息息相關。劫難不是無緣無故的天降橫禍，而是因果，是回響。但是朋友們，講到這裡，請你一定要聽我把最後的話說完，因為如果我們從這支影片裡只看到了災難，只感受到了恐懼，那我們就完完全全誤解了這些預言最本真的用意。你有沒有注意到一個極其重要的細節？幾乎所有的這些預言，在描述完那一段最黑暗、最艱難的時期之後，緊接着
都會迎來一個光明的轉折。劉伯溫的碑文說，闖過了龍蛇年，到了2026年，那就是劫後餘生的新氣象。他的金陵塔碑文也說，瘟疫過去，鳥飛羊走，生機就會重新返回家邦。帕克在展望未來的時候同樣說過，2026年之後，人們將會開始看到这個世界上發生一些非常積極、非常正面的事情。只不過在這之前，我們要先咬牙走過一段崎嶇的路。就連中國古老的黃極經世推演出來的卦象，2026年的年卦是天火同人卦。這個卦象的意思是，在一場巨大的社會動盪之後，人們會重新形成新的共識，同舟共濟，攜手共度難關。你看，這些跨越了千年、橫貫了東西的預言，他們想告訴我們的，從來都不是讓我們陷入無盡的恐懼，然後束手就擒。恰恰相反，他們是在用一種近乎悲悯的口吻反复地对我們說，黑暗是暫時的，穿過這一條崎嶇而幽深的隧道，前方是黎明。而比黎明更重要的是，這些古老的預言裡藏着的最後一個，也是最溫暖的秘密，那就是命運是可以被改变的。劉伯溫在他的碑文最後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他說，這場劫難之中，那些看似慘烈的命運的安排，並不是完全無法改變的，除非有人識得其中意。什麼叫識得其中意呢？古人給出的答案樸素得，近乎簡單，多行善事，回轉人心。而那位納迪葉的解讀師也說過幾乎一模一樣的話。當有人焦急地問他，我能不能躲過這場劫難？解讀師的回答永遠都只有2個，只有2個辦法可以真正改變你的命運，一個是多做好事，另一個是向善而行，回歸良知。你發現了嗎？無論是600多年前的劉伯溫，還是今天的印度解讀師，他們給出的化解劫難的方法竟然驚人的一致。不是去囤積多少糧食，不是去修建多麼堅固的地堡，而是回到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回到那份最樸素的善良。這聽起來是不是有點太簡單，甚至太天真了？可是你仔細想想，前面我們提到的《黄帝內經》裡那句正氣存內，邪不可干，講的不也正是同一個道理嗎？當一個人內心是光明的、坦蕩的、充滿善念的，那麼無論外面的世界刮起多大的風暴，他的內心都有一片不會被輕易摧毀的定海神針。一個社會也是一樣，當一個社會重新找回了他的道德底線，重新尊重良知，尊重善良，那麼再大的劫難也終將被他慢慢的化解。這或許才是所有這些預言跨越了千年的時光，跨越了東西方的隔閡，真正想要交到我們手上的那把鑰匙。他預言的從來都不是一個注定的毀滅的結局，他預言的是一個需要我們用清醒、用善念、用每一天的選擇去親手書寫的開放式的未來。所以朋友們，當所有的預言都把矛頭指向2026，把目光死死鎖定在中國的時候，我反而想隔着屏幕對此刻正在看這支影片的你輕輕地說一句，請不要恐慌。預言之所以存在，從來都不是為了讓我們躺平等死，它存在的唯一意義是為了提醒我們提前做好準備。就像阿南德反复強調的那樣，當我們做好了充分的準備，那些災難突如其來的杀傷力反而會大大的減弱。赤馬紅羊節也好，氣體雲災難也好，賒刀人的4句詩也好，他們或許真的標記出了一個風雨飄搖的巨大關口。但是請你一定要記得，風雨之後總會天晴。我們是要在無盡的恐懼和惶惶不安中度過這一年，還是要在清醒、理智和滿懷善念的心態裡
去從容地迎接那個崎嶇之後的黎明。這個選擇權其實從始至終都牢牢地握在我們每一個人自己的手裡。2026這一場牽動全世界的大戲，帷幕已經緩緩拉開，而我們每一個人既是台下屏息凝神的觀眾，也是台上無可替代的演員。歷史的劇本或許早已寫下了開頭，但結局的那一筆會落在哪裡？會是悲還是喜？我想答案就藏在我們接下來每一天的選擇與善念之中。